嗨，大家好。今天呢，前所未有的凉爽，跟昨天37度的高温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原因呢，就是第9号台风马鞍已经在广东的沿海登陆，所以呢，昨天应该是台风来临之前的最后的闷热的天气。原本呢，也是想到台风一定会带来狂风暴雨。因为这次呢，原本估计这个台风呢是正面冲击珠江口，对广州呢有正面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呢，已经好久没有台风了，有可能正面的冲击珠三角，所以呢，各级政府也是如临大敌，通过各种渠道向市民呢发出呼吁，注意呢在台风天气避免个人的人身和财物的损失，并且呢早就已经宣布关闭了很多的公园、公共的场所。总之呢，就希望在这样的台风天气带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呢降到最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我昨天特地开车去了一趟长洲岛上的深井古村，趁着台风的前夕去做了一番骑行。因为呢，也生怕这几天刮台风可能就难以出门，影响到一贯保持的骑行的锻炼。结果谁知道昨天在深井古村环岛的骑行当中呢，几乎没有树荫的遮盖就这样暴晒在烈日底下，骑行了近1个小时。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太太特地把全家的门窗全部关紧，生怕呢狂风暴雨在半夜肆虐。但是呢，今天早上我起床发现除了天色有点阴沉以外，什么风雨都没见着。再一看网上的消息呢，说是马鞍台风临时变阵，突然呢向西拐向阳江、湛江方向了。也就是说呢，根本没有在珠江口登陆，所以呢，更谈不上对珠江口、珠江三角洲大湾区的正面的冲击以及可能带来的灾害，基本上可以说是虚惊一场所以呢，才有了此刻我吃完饭以后上午在村里的骑行。现在面对的天气呢，就是阴天当然会有下雨的可能。气温呢非常凉爽，非常适合骑行，我就继续在村里做一个健身骑行。趁着今天凉爽，在屋村内骑行，打算呢骑多几圈，顺便呢也跟大家一边骑行一边呢就有一些话题慢聊一下。前一阵子呢，我专门在骑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东西方对于健康时尚的一些观念的差异，借用了别人的一个题目日本人的腰围，美国人的牙齿主要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下是在我已经坚持了好多个月的骑行健身过程当中，
经常呢就健身、健康这样的话题呢，跟大家做过很多次的分享。其中有一个观点呢，就是健康在于运动。我当然也是根据我这虽然不算长久，但是也有3-4个月的骑行的体验啊，来跟大家现身说法，分享我自己因为骑行给我带来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自我感觉啊更加健康的一些体验。结果呢，也迎来一些网友的不同的意见啊。我非常欢迎网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来进行交流。其中呢，就有人说健身呢可能会带来健康，但是呢，达成健康也未必呢就一定是需要每天带有相当强度的健身体育锻炼啊，并且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日本人现在平均寿命啊，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但是呢，据大家一般的了解啊，日本人更多的给人家印象是勤于工作啊，很少有系统性的这种健身活动。这一点呢，让人感觉疑惑啊。我呢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根据我自己在日本生活多年，并且在工作当中呢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一些心得啊，也慢聊了一下我的一个理解，并且呢试图呢也来说一说啊，日本人为什么不热衷于健身运动，却能够普遍长寿的一个原因。正如我跟大家分享的啊，其中呢主要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个呢，日本人啊，起码呢已经是一个物质比较充足，并且呢已经有了更多的在食物方面的选择，而且呢在选择食物食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跟营养挂钩，注重了营养的搭配，保持营养的均衡，并且呢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时尚。你很少看到有日本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餐馆那种暴饮暴食的场面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要归功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的太太，他们呢在管理家庭成员健康方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个可能也是像日本这种啊，女人在结婚以后回归家庭，对家庭来讲带来的好处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呢，就说到在日本啊，绝大部分的大的企业都是采用的终身雇佣制的这样的一种雇佣制度啊，所以呢，对于日本的男人而言，他在一家属于财团也好、私人控股的公司里面，基本上呢一辈子就做一份工作，基本上没有那种失业的危机啊，也不用挖空心思想着通过跳槽呢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基本上规避了中年人啊，因为地处中层上不去就得下来的这种巨大的压力。绝大多数呢都能享受啊企业论资排辈，当然可能也有论功行赏的这么一种，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你的收入也会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一种福利。这样的福利啊，再加上呢长期从事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份工作带来的熟门熟路，使得日本人普遍来讲啊，虽然工作节奏紧凑，但是呢工作中的挑战性不大，基本上呢就是按部就班，以经验论事。老实讲，没有太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日本男人会通过跟公司老板之间的这种默契啊，通过加班来获得不菲的加班费和奖金的收入，使得他们呢可以在业余的时间、节假日的时间呢，通过一些他们喜欢的休闲的方式啊，有时候呢也会通过和同事们一起饮酒作乐等等这些方式呢，让自己的情绪呢经常性的得到释放，从而呢达到一种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平衡。那么对于大部分碌碌无为啊，没有什么高大上理想的日本人来讲，
就是按部就班工作生活，以劳动呢代替锻炼，久而久之呢，身体也就非常适应这样的一种节奏。加上呢，日本的医疗体系维护老百姓健康的能力，而且呢，完全没有那种担心因为生病造成财务破产的这样的担忧。所以整体上来讲，生活虽然比较平淡，但是也很平和，起伏不大。正是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日本人全体来讲呢，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自然呢，能够活得更久，使得国民的平均寿命呢名列世界前茅，也就不奇怪了啊。既然那天呢已经说到了东西方对于这些健康时尚方面的观念的不同，那肯定呢这也是基于文化的差异。说到了日本人的腰身，美国人的牙齿，那自然呢也得说说我们中国人的脸面。所以呢，今天稍稍展开一下来说一说中国人的脸和美国人的牙，这个中间呢有些什么样观念上的差异和它背后的一些文化的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人们呢也就越发的追求时尚，注重有更美好的形象。除了一开始的有钱就买名牌手表、名牌包包，给自己呢身上撒一些未必符合我们中国人品味的香水，而越来越注重打理自己一张脸呢，这也是这10来年的时尚的事情。前些年在疫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旅行呢，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讲也是经常的事情。但凡有亲朋好友去到国外旅行，尤其呢是像去到日本这样的国家，几乎无所例外的都得接收一堆的朋友的托付。我指的主要是女性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女闺蜜们，大家想要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面膜、日本的药妆，以及相关的一些美容方面，能够让自己的脸能够变得更美，或者看起来更动人的那些保健护肤品、化妆品。所以呢，你出国旅游回来要带的手信呢，也不是各个国家的那些传统的食品，而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药妆面膜护肤用品会更能够投女士所好。可以这么说在短短的10来年的时间，女人们已经从通过化妆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更美，到更自然的通过保养自己的脸，让自己的脸呢，即便是在素颜的情况底下，也会展现出更加白净、更加细腻更加透亮的那种自然美。这个呢，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个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一代女性的追求有一段时间甚至女生们如果在睡觉前不敷一下面膜，就觉得难以入睡第二天出不了门，成了一种心理的负担。那么更有一些已经逐渐财富得到积累的女士们，她们可能选择更为快捷，也是更加急功近利的一种改变自己容颜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整形。那整形的主要的业务基本上还是怎么能够打造一张脸，通过垫高鼻梁、割双眼皮、削尖下巴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原本那些让大家感觉会付出人身伤害代价的这种整形的手术呢，现在已经遍布大街小巷甚至我们作为一个从医人员，面对这种良莠不齐的所谓的整形美容诊所
其实是心中充满忧虑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啊，很多人没有什么比让自己一张脸变得更美更有吸引力啊。至于潜在的那些风险，考虑的并不多。更多的问题呢，可能还是在于自己到底有多少支付的能力，能够让自己的脸呢变得更加漂亮。我觉得每个人追求容颜的美貌，除了呢被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的明星们带了节奏之外啊，其实也是从物质生活满足向更高一个层次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啊，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人性心底的一种追求啊，我觉得也并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呢，大家可能过于专注了一张脸，而忽视了言行举止、举手投足之间的风雅。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容颜，它必须要跟高贵的气质、高雅的言谈举止相匹配啊。那我觉得以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应该还没有远远达到这样的境界啊。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女士们，普遍会有那种容貌的焦虑，或者有了更多想让自己变得更美的这种追求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跟中国的一些场面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在中国几千年的这个文化沉淀中，人呢，永远都是分成不同的级别，从属于不同的阶层。古代呢，有士大夫家族，有皇亲贵戚，有商贾巨贾，总之就是有一大批的权贵商贾，他们呢形成了社会的顶层，自然呢他们会形成他们自己固有的一个圈子。谁想要得到这样的资源，那么你就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圈子，才有可能呢分享到他们外溢的那部分的资源。中国在近代啊，经历过苦难，有过革命，也推翻了以往的资本家地主阶级，让老百姓呢好像一夜之间得到了这种平等。在一个横向没有办法或者无需去比较的这么一个社会啊，自然大家对自己的容貌，对于那些场面上的事，也不会多加探究，因为既然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面子上的事。再加上均富以后的结果就是均贫，大家在物质上也难以支持除了3餐饭普通生活以外的时尚方面的追求。直到改革开放，短短的这个几十年的发展，又让历史发生了重演，又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圈子。在这样的带动底下，底层的人想要往上跃迁的话，除了自身的努力，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取悦于别人的，诸如打扮，这些也都是现实的需要，以便让自己呢能够有可能接近到更高层次的人物和圈子。所以这个社会呢，也就慢慢变得以貌取人，谁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就有更多的机会找到如意的郎君，甚至嫁入豪门。当然还有通过自己的无懈可击的容貌，也能在职场上呢产生更强大的自信，博得别人的好感。说来说去呢，中国人如今对容貌方面的追求，或者普遍都有的容貌的焦虑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人在出现了不同的阶层之后，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资源，大家呢必须进行社交，在这些社交的场合呢博取别人的眼球，获得更多的青睐，从而呢让自己能够挤进到某个圈子，或者呢获得某种人脉，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源。我相信中国这个社会啊，如今主要看脸，将来呢还会升华为不仅是看脸，还要看你的身材，还要看你的气质，
最终呢还是会回归到一种有个性的健康美。说到了中国人的脸，那我们不得不再说说美国人的牙。美国人对牙齿美是有一种天然的追求，甚至呢可以说是一种已经变成他们的时尚文化的基因，存在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我也遇到过很多美国普通的家庭，他们对于自己的物质上的生活呢，其实追求的并不多，甚至呢大家把更多的金钱都用在了家庭的吃喝玩乐之上。所以很多的统计数据就会说，美国的普通民众他们兜里头都拿不出几千美金的现金，甚至有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比方说疫情带来的失业等等。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没有太多存款储蓄的老百姓，在碰到这些紧急的状况底下，政府也不得已只能通过发钱来解救他们一时的财政的困难。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疫情过程当中，北美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都在通过不断的发放补助，来让老百姓呢能够度过他们疫情中的难关。但是呢，我问过一位有3个孩子的美国的母亲，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没有太多的存款，但是唯独有1份钱他们是存着，雷打不动，是要留给孩子的。是哪一部分的钱呢？就是他们的孩子到了11、12岁的时候，需要矫正牙齿的那部分费用，他们都会提前预留，并且在孩子到达这些需要矫正牙齿年龄的时候呢，专款专用，用于他们的孩子矫正牙齿，以使得他们的孩子呢能够获得一口整齐美观的牙齿。而这也是美国人的通常的做法，或者是美国人民共同的追求，或者说是美国这个社会以牙取人的时尚的共识。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以貌取人，那是因为呢我们中国人都是绝大部分是汉民族，长得都是同样的面孔，所以呢从脸型上来讲大家再去计分来比较所谓的漂亮与否。但是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纯粹的白人呢渐渐已成少数民族，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也非常接近。绝大部分呢都是混血和世界各地移民而来的不同地区的人种，其中当然包括拉丁裔、非洲裔、亚洲人，还有很多各个地方来的移民。所以呢，在面孔上很难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也没有办法评判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种的脸才是一个标准的脸型，因为种族的不同、肤色的不同，也不可能达成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如果你对于这些脸不同的肤色，甚至是人种评头论足的话，你就有种族歧视之嫌。所以在美国是没有人敢在公共的场所谈论别人的肤色和种族，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怎么才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时尚模板呢？那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种族，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大家同样都拥有的一口牙齿。久而久之呢，就把一口整齐的牙齿、洁白的牙齿，就变成了大家共同的一种对于美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判断你是不是时尚的一种标准。所以在美国做牙医的同行呢，对他们而言，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可能一个是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以后的长期的健康维护，那能够给他们带来比较大的收益同时它能够帮助相当多的人变得更为时尚，融入主流社会的，就是呢从这些青少年的矫正牙齿，以及呢美观修复这些牙齿，让牙齿变得更美观、更时尚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体现牙医的更多的价值。
所以在美国啊，你去区分一个成年人啊，他是新移民还是老居民，基本上从他的牙齿上面是可以看得出分晓啊。也就是说，只要是美国原地的居民，大部分啊，不分你的富裕还是不够富裕的阶层，大家共同的愿望和最后呢，大家都追求的那个结果，就是会矫正他们的牙齿。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这种时尚文化的支撑，使得美国人他们呢，通过整齐牙齿的展露，会让你感觉到他们因为在笑容当中露出整齐的牙齿，显出了那种自信、那种阳光。美国人他们自己拍摄的个人的照片的时候，看得出他们更多的自信，并且呢，会让他们的笑脸显得更为生动，在某种程度上呢，更容易打动和感染别人。这个也使得他们在社交上会赢得先机。根据我作为牙医的专业的理解，因为笑而露齿的话，就会带动脸部的表情的肌肉啊变得更为发达，表情更为丰富，让整张脸呢更有生气，更为生动。那反观我们中国这边的老百姓啊，可能是文化的传承因素，也可能是大家还没有注重到牙齿的整齐健康美，所以呢，基本上还是没有打破笑不露齿这种老祖宗定下的对于所谓的女性美的这样的标准。但是我想啊，也要不了多久，中国的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她们也很快就会觉悟到，光有一张精致的面孔是远远不够时尚的。我曾跟很多整形医生聊过，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因为牙齿不整齐的女性，不管你的容貌多么的精致，这种美都是有缺憾的。因为为啥？真正支撑面孔的是牙齿和包牢牙齿的牙槽骨，这个等于说是面孔的价值。很多人在网上有各种议论啊，老觉得很多明星呢通过整形来改变他们的脸型。比方说以前黄晓明的老婆 Angelababy 啊，大家呢就觉得她为什么跟她年轻时候的脸有了很大的区别呢？所以呢，网上就有很多人质疑啊，那肯定是开刀去了什么骨，垫了什么地方才会变成了现在这张脸。后来本人也出来辟谣，说没有那么回事，唯一动过的地方呢，就是牙齿进行了矫正。那么这样的例子呢，发生在很多明星的身上，其实呢，发生在更多的接受过牙齿矫正的人的身上。牙齿矫正有时候就是那么神奇，就是通过一个牙齿的重新排齐，它就改变了咬合的关系，进而呢，让牙齿的这种排列变得更加正常，从而调整了这些附着在脸部的这些肌肉的运动，使得这个肌肉呢得到了放松。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呢，就会让人有面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呢，我们作为牙医的都非常的明白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矫正牙齿来改变脸型，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通过牙齿的矫正呢，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达到让自己的脸型变得更美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今天呢，就趁着第9号台风马鞍擦肩而过，没有带来狂风骤雨，但是呢，也带来了清凉的天气啊。在这么一个凉爽的天气中，在屋村内多骑了几圈，也趁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接着上一期关于健康时尚的话题呢，再进一步的慢聊一下。那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中国人的脸和美国人的牙这个话题啊，仅仅呢只是做了一些粗浅的分享，希望呢以后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牙和脸怎么能够达到一种统一的美，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呢
先应该注重表面的脸还是内在的牙？对于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脸变得更加时尚和自信，到底应该在脸上动脑筋下功夫这种治标，还是呢从内在的支撑脸庞的牙齿的排列和牙齿的质感，让自己呢能够张开嘴来微笑，甚至大笑，呈现出更阳光的时尚美。我们会根据网友的提问和要求，再找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慢聊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聊，再见，拜拜。